傅小姐，我没有骂你的贵客，他是自己对号入座。唐先生急切地辩解，傅小姐，你要是认为我错了，我道歉，我可以进去向你的贵客道歉。刚才是我冲动了，我不该说那些话。我就是嫉妒你贵客比我长得还要帅，看上去又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。不知道你这位贵客是哪家公司的高管？唐先生是听说过傅婉宁不会给娘舅面子，他妈娘家的亲戚他都不给面子。傅婉宁的舅舅却很想拿捏住这个外甥女，毕竟他是傅氏集团的接班人，等傅老爷子一走，傅氏集团就是傅婉宁说了算，傅家庞大的家产也是傅婉宁的了。傅婉宁的亲妈都继承不到那么多的财产，听说傅老爷子早就立好了遗嘱，儿媳妇能分到的家产很有限，主要是继承他亡夫留下来的财产。而傅婉宁的亲爸早死，死的时候还是个刚结婚后不久的年轻人，哪怕他含着金汤匙出生，个人名下的资产也是有限的。早在傅太太生下一妇女后，傅老就将儿子名下的财产都交给了儿媳妇，他一分不留。傅太太不懂经营，除了将存款继续存在银行吃利息，其他生意，例如她老公生前自己开的2家小公司，因为她不懂得经营，又有娘家人插手，导致2家小公司数次濒临倒闭。还是傅老不忍儿子生前的心血就那样没了，拉了一把，让2家小公司没有倒闭，但也经营不起来。他并不插手，就给了一点钱，让公司不至于倒闭，但想赚钱又赚不到钱，就那样吊着呗。傅老的计划是，如果儿媳妇能醒悟，不再那么相信娘家人，选择将2家小公司都交给女儿打理，那么他会真正帮忙。不过2家小公司若是交到傅婉宁手里，凭他的能力，不用爷爷伸手，他也能将2家小公司经营好。傅太太的娘家姓张，张氏以前也是豪门大族，只是后来公司生意不好了，家境有点败落，最近几年更是靠着傅氏帮一把才能维持他们豪门的生活。张氏的公司一年到头赚不到多少钱，不至于倒闭罢了。正因为家道开始败落了，婆家生意却依旧蒸蒸日上，张氏才会偏帮着娘家。傅老的遗嘱内容暂时还没有人知道，不过以他谨慎的性子，他肯定是将大部分家产都留给唯一的孙辈。傅太太顶多就是得到一些房子铺子之类的，傅氏的股份就别想了，那是傅婉宁的，与你何干？唐先生再活20年，你也比不上我公司的贵客。傅婉宁不想再和唐先生纠缠下去，他撇下唐先生进了酒店。唐先生还想拦他，被小齐拦住了。小齐已经按照傅婉宁的吩咐联系了唐总，让唐总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东城大酒店带走他的儿子，不允许唐先生再纠缠傅婉宁。看到傅婉宁的身影消失在眼前，唐先生放弃了继续纠缠他，恶狠狠地对小齐说道：你们老板那般的强势，又不是什么大美人，还如此的高傲，不给我一个机会，他以后是嫁不出去的。除了我能包容他的强势，包容他的高傲，谁还能包容他？他就等着当一辈子的老姑婆吧。今天对我不理不睬，以后我让他高攀不起。齐秘书嘴角弯了弯，似是讽刺地笑了一下，嘴上说道：我们老板嫁不嫁得出去，就不劳唐先生操心了。我们老板宁愿当一辈子老姑婆，也不给唐先生一个机会。唐先生就不知道找找自己的问题？你到底有多差劲？我们老板才会宁愿当老姑婆也不想给你一个机会，以为自己很优秀，以为自己长得很好看。我们老板哪里丑了？他那是耐看型，你是越看越丑，我们老板是越看越美。你配不上我们老板。看到我们公司的贵客了吧？那才是美男子，又有风度，又有能力，又有好的家世，个人资产过100亿，真真正正的优质男。唐先生连给他提鞋都不配，好意思和他比？齐秘书说的唐先生脸红耳赤，哑口无言后才重重地哼了2声，高昂着头走进了酒店里。唐先生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气得他冲酒店门口呸了一声，骂道：有钱了不起啊，傅婉宁要不是有钱，谁看得上他？还越看越好看。好吧，这是事实。唐先生也得承认傅婉宁其实不丑，她是属耐看型，真的是越看越好看。手里那束花，
唐先生也想扔了，高举起后想了想，又放下来。这是他花钱买的呢，不能扔了，那是浪费钱的行为。傅婉宁不收他送的花，他可以送给他的其他女友，不管是哪一个，只要收到他送的花束，他们都会很开心的。唐先生骂骂咧咧地准备走人，他爸在这个时候赶到了东城大酒店，看到他时，唐总先给了他一巴掌，他被打得有点懵，捂住被打的脸，另一边脸也红了，是涨红的。爸，你干嘛打我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叫我主动点。唐总一把将儿子塞进车里，关上了车门，隔绝外面的人丁事。他才骂道，我叫你主动点，没有叫你惹毛傅婉宁。傅婉宁今天要招待公司的贵客，你骂人家的贵客做什么？你骂了人，毁了你自己的形象。傅婉宁本就不好拿下，你还自毁形象，哪里还有机会？你以为你是他舅舅介绍的就凌驾于别人之上？他舅舅给他介绍了多少男朋友，有谁被高看一眼的？张家邻居的小儿子凌浩你知道吧？凌浩比你更好一点，傅婉宁小时候还和他玩过一段，时间现在都不给人家机会呢。傅舅舅前段时间的确是想撮合外甥女和邻居家的小儿子，傅太太嫌凌浩口花花的，不适合女儿，但被哥哥说了一顿后也就没有反对，不过最后还是没有成功，傅婉宁不想见。傅老又让傅太太看过周扬的相片，说像周扬那么优秀的男人，婉宁都不心动凌浩这样的花花公子，婉宁又怎么会喜欢？意思是让张家那边不要再折腾没用的。被父亲骂了一顿后，唐先生还是不服气，他嘀咕，傅婉宁的那个客户一看就是个优秀的人，我也是嫉妒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比我还好看的男人。还有就是傅婉宁那副目中无人的样子，我看不顺眼，他要不是命好投胎到傅家，他什么也不是，真以为他很有本事。他是生在傅家，傅家又恰好只有他一个孩子，他才能这么嚣张。唐总，骂儿子，那是你目光短浅，看不到傅婉宁的优点。她虽是女孩子，却是由她爷爷一手带大的，能力不差，就算傅董退下来，她一个人也能够撑住傅氏集团了。对呀，人家有嚣张的资本，你有吗？你就只会闯祸，跟你说了要讨好傅婉宁，要哄她，对她千依百顺的，哪怕被她拒绝了追求，也要坚持追求下去，日久生情，懂不懂？你平时是怎么泡妞的？你不是有过很多女朋友吗？都有经验了，还一见面就得罪傅婉宁。唐总被儿子气死，唐先生撇撇嘴，他是忍不住一见周扬就激起了他嫉妒之心，然后就冲动地说了那些话，得罪了傅婉宁。明天你再背上礼物过来，不管傅婉宁见不见你，你都要做到说是向他赔礼道歉的。儿子，你要发挥你的禅功，烈女怕缠郎，你坚持下去，总有一天傅婉宁会心动的，最好就是想办法和她生米煮成熟饭，等她怀孕了，你就能上位了。傅董想抱曾孙，盼着傅婉宁早点生孩子，为傅家开枝散叶。记住，你若有机会和傅婉宁生孩子，不要争孩子的姓氏权，就让孩子跟傅婉宁姓傅。傅家人丁单薄，少得可怜，你们多生几个，不论男女都要多生几个，以后不管谁接管，傅氏他们都是你的孩子，咱们家还能少得了好处。唐总教着儿子想办法和傅婉宁生米煮成熟饭，想到傅家庞大的家产，想到傅婉宁虽然中性打扮，却也相当的耐看，还是很有吸引力的。唐先生点了点头，听父亲的建议，就是傅婉宁连跟他相处都不愿意，他想和傅婉宁生米煮成熟饭，挺难的，除非对傅婉宁下药。可是下药的话，等傅婉宁清醒了，翻脸不认人，告他怎么办？唉，这事儿急不得，最好的办法还是得让傅婉宁爱上他，只要傅婉宁爱上他了，啥都好办。唐家父子说什么，傅婉宁不知道也不想知道。他说过不想相亲，不管是谁介绍的男人，他都不会见对方过来纠缠的话，他会让秘书帮忙处理。用爷爷说的话，周扬这么优秀的男人，他都不考虑呢，更不要说云城本地的那些二世祖了。他们带着什么样的目的，他清楚得很。傅婉宁进了酒店之后，在休息区找到了周扬。
周扬见到他进来，也起身过来。傅婉宁歉意的道：周总，刚才真对不起，害你无辜被讽刺。是我的错，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。周扬笑了一下说道：没事儿，我理解的。唐先生大概是嫉妒我的优秀，也是吃醋傅总对我礼遇有加，却对他冷漠无情，他才会嫉妒恨。他又不是第一次被别人那般嫉妒恨的。对此周扬习惯，不过傅总，我能多嘴说几句吗？傅婉宁请他上楼，边走边说道：周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不会生气的。那我就多嘴说几句老傅总的相亲对象，若都像唐先生那样的建议，傅总还是拒绝到底。不要因为是亲戚介绍的就不好意思，毕竟是你的人生大事，马虎不得，心里却在腹诽。傅婉宁的舅舅，知道他介绍给傅婉宁的是什么货色吗？亲外甥女那么优秀，条件极好，居然介绍唐先生那样的货色给外甥女。看来傅婉宁的舅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都替傅婉宁感到心寒。